公元前305年，叛乱七公子在咸阳伏法，诸公子之乱就此平息。醒醒！母亲，我来了。大王，我来看你了。记得那一次，你带我出游，拜谒商君之墓。当时我糊涂着，我想你既然恨他，为何要祭奠他？你祭奠他，为何却要让他的尸骨埋在荒山之中？可此刻，我总算隐隐绰绰知道了原因。有些人尽管活着的时候，他可能是你的敌人，但有一日，他的幸福却不知不觉地会成为了你的幸福，存留在你的心头，在你的血脉里，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这杯酒就敬给那个让你爱恨交织的人。你是秦国后宫所有女子的夫君，于我却是第一个男人。我曾经爱慕于你，依恋于你，视你为父为兄。你对我有桃李之交，开导蒙昧之恩。尽管妇人之情与你是最看轻的，远远比不过江山社稷，但你却给了我从未给过其他妇人的信任。这第二杯酒，我敬你，谢你使我自重自信，从不妄自菲薄，才有了今日的秦国太后。这第三杯酒有些难了。我一直问自己，倘若你在世，是否会情愿拿你那7个公子的性命，来换取秦国天下的长治久安，换取商君之政的重新推行？我狠心做了一件世人都觉得为难的事，但若是不做，只怕秦国就要为难。我今日站在这里，是想对你说，我所谋划的，正是你曾梦想过的王图霸业。有朝一日与地下相逢，我可以站在你面前对你说，我无愧于你大王嬴驷，无愧于嬴氏列祖列宗，无愧于秦国先驱的亡灵。
心，你可知俗语“瑞雪兆丰年”？我们那边都说，冬有300是丰年。宫内一片祥和之气，不知那会后在清凉殿怎么样？那清凉殿并非冷宫，只是伺候的人少了点，用度减了一些，倒也没大委屈他。他回咸阳不少日子了，我也该去看看他。是。太后来了，你怎敢不起身跪拜？我从未听说太后为何物，天下都知我是先惠文王原配之后，你口中的太后只不过是我的陪嫁应。即便嬴稷继位称王，她仍旧是个应。我是大秦唯一的惠后，只有我才是母后。痴心妄想，怎会没人告诉你？因为失德，你已经被废掉了尊位。大胆！想要废我尊位，也得等我到地下由先王来废，由不得你们。没关系，他不用归我。即便废掉尊位，她仍是我的姐姐。你们先出去吧，在门外等我。是。是。如今，你当上惠后了？不，惠后仍然是你。你不敢与我争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不想与你相争，只是你不肯信罢了。争不争你都赢了，说这些有何用？姐姐，你会放屁吗？你说什么？放屁！你看我。我放一个。我可以放个连环屁。我是嫡公主，你见了我，应该行大礼。我已向你行礼，你也该向我行礼了。为何？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姐姐还没有忘记。忘记什么？忘记我们的当初。
那时候太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可是我们很快乐。那又如何？小孩子终究会长大，长大了，懂了，才知道人生无常，人心会变。假若能回到过去，姐姐是否愿意？你我都已回不去了。不曾试过，怎知不行？是什么？怎么是？难道你能让时光倒流？能让先王与我情谊如初？能让荡儿起死回生？能把江山社稷重交于我手中？假若没有那么多的纷争，你我能回去吗？不可能，你我一开始就错了。我是嫡公主，生来就该做王后、母后，而你是庶出，只能给人做应女。所以，不是回不去，是姐姐不愿意回去。你以为你的儿子当了王，你的身份就变了吗？能与我平起平坐？当年我与先王成亲，就是在这清凉殿里度过了我的新婚之夜。先王对我温柔多情，而你们几个应女就坐在那边的地上，夜夜服侍。再过多少年，多少代，哪怕这清凉殿倒塌了，大秦后宫也会记得我芈姝，记得我这个惠后。没有人会知道你这个八字的。万一事与愿违，姐姐说的都是错的。那我也要将错就错，一错到底。我的人生告诉我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如今我无夫无子，孤家寡人。你若真想成全我，就杀了我吧。我不会杀你的。你不杀我，难道你还要把我留下来，百般折磨我，让我生不如死吗？姐姐，你又错了。大秦只杀强敌和对手，如今姐姐孑然一身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我杀你作何？既然你已不是对手，我折磨你又有何趣？你虽名位已无，但你仍是我的姐姐，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对我的情分，保你衣食无忧，在清凉殿安度余生。不，你是不敢杀我。我是嫡，你是应，你不敢杀你的主子。你希冀你永远为主，我永远为奴，
你高高在上，我沦落尘埃。可如今世道变了，我与你之间的一切到此已经全都结束了。从今日起，重修商君之法，凡违法者，皆一律处置。由初里集主持清理井田，开立新的阡陌封疆；由魏冉主持清查兵籍，确认军功勋位；由雍瑞主持清查户籍，编定户口，重定赋税；由米荣主持颁布标准衡器，统一度量衡；由司马错主持蜀中事务；由白起主持戎狄易俗等事。谨遵太后之令。听到没有？好像是我们的楚乐。大王大婚的日子快到了，洞房就安置在长乐殿。这阵子，乐师们正在演练楚乐。可不是，听说明日楚国送亲的车马就该进咸阳城了。你们把楚国公主的画像给继儿送去，她可中意。大王只看了一眼，就红着脸走开了。大王已经成人了，知道害臊了，在我们面前啊，不像过去有什么说什么。你问他，他反而更拘着自己。楚国公主端庄持重，听说她娘亲是楚宫的赵美人，人生的漂亮，招来南后郑袖的妒忌。母女在宫中吃过不少苦，是个可怜的孩子。吃过苦的人知道好歹，一定和咱们大王贴心。太后，雍大人来了，请雍大人进来。是。太后，坐。谢太后。雍大人请用茶。谢太后。太后可知道，楚国送亲的车马就要到咸阳了？驿馆那边可安排妥当？已经安排妥当。此外，楚国质子也随送亲的车马一起来了。这么说，他们真把太子恒送来了？是，与太子恒一同前来的还有楚国使臣。虽说这是两桩事，但可做一桩事办，就都安排在驿馆里吧。我是做过质子的人，知道质子的苦楚，不要怠慢了他们。是。太后可想知道，陪太子恒一同前来的楚国使臣是谁吗？谁？太后的一位故人，黄公子，黄歇。拿下去吧。太后只吃了这么一点点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要不然奴婢让太医来请个脉吧。不必了。昨日楚国质子到了咸阳，不知他们是否呈上国书？奴婢这就让人去打听。要不奴婢去驿馆看看？看看。月儿，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应该在操练兵马吗？我突然想你了，就回来看看你。是出什么事了？没出事啊。啊，没事就好。月儿，
我想让你陪我出城散散心。我出宫都不易，哪能说走就走？跟你去城外散心。这些年我们一直分多聚少，草原的女人那可都是跟着男人走的。别说傻话，我哪能丢下朝政跟你走？你做什么？还没一点动静。胡闹！我们草原的老人可说了，女人只有怀上孩子，那心才会被真正的拴住。你真会给我添乱！我虽没怀上孩子，但我的心早就被拴住了。那好，那我们此刻就怀孩子去。来！哎，别闹！我有正事要告诉你。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楚国公主来了，过几日就要给继儿大婚了。我不去。为什么？你儿子嬴稷他不喜欢我，我何必要去自讨没趣啊？楚国还来了别人。爱来谁来谁，有你就够了。你真好看，你比画像里还好看。你怎么不说话啊？啊，对了，王后，你是叫米瑶对吧？那从今日开始我就叫你瑶儿吧。你别害怕，我就是想问你几句话。是。你父王对你好吗？那你嫁到这么远来，你想家吗？想是想，不过太后，我的姑母不是也是这样嫁过来的吗？如此一想，便好些了。你有话对我说吗？太后她好相处吗？我母后？你放心吧，我母后她不会难为你的。那你呢？我就更不会难为你了。大王，你爱吃什么膳食啊？我爱吃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你爱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你会厨艺啊？以前母亲病着，想吃家乡的菜，膳房又叫不动，我就自己动手做。我知道你不是嫡出，可是你母亲怎么会受那样的屈辱啊？南后郑袖不喜欢我母亲。原来你也是受过委屈的人。我不怕受委屈，只要我母亲高兴。你这手是怎么伤的呀？儿时不小心被木刺扎中，又不敢叫太医，所以就……你放心吧，瑶儿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的。太后，楚国质子和使臣到了。宣他们进来。是。
楚太子恒拜见秦国太后。楚臣黄歇拜见太后。太子不必多礼，你们起来吧。你今到秦国为质，你我虽有亲义，但也只能先述国事。望你在秦国多走走看看，通晓秦国国情，广交朋友，安分度日，不要出了什么差池，免得坏了两国情谊。多谢太后提点，恒当恭谨自处，安分守己。这样就好。子歇，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多谢太后牵挂。木心，小的在。大王要召见楚太子，你带太子恒去承明殿吧。是。如此，恒先告退了。黄歇告辞。子歇暂且留下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问子歇。子歇，坐。你过来，坐到这边来。其他人都退下。你再略许往前些。你若不过来，我看不清你。月儿闭着眼睛，都会看清我的模样。这几年，我自己都快看不清自己了。不会的，我不相信。月儿心里明镜一般。告诉我，你可好？好。你好，就再好不过了。月儿哭不得，你已经是太后了。太后哭不得，但月儿尚可哭。见到你，我太高兴了。月儿，你还记得那年我们在桃园里，你拿软鞭打谷子？你告诉我，说我看起来实在不像个公主。像公主的人，有没你能干。白马玉鞭，金佩银鞍，还是你教会我打软鞭的。我那把人人羡慕的软鞭，却是你送给我的。我曾深恨在楚宫里的那段日子，只觉得度日如年，一心想要逃离。
可如今想起来，楚宫虽苦，但与你在一起的时光，却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无忧的日子。于我而言，更是如此。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世间最好的女子，可惜眼下桃子已经收获了，只剩下桃林。年年岁岁，桃花相似。岁岁年年，人已不同。月儿，你这些年在秦国的遭际，我都知道了。义渠君对你有大恩，的确如此。我与他生死相依，性命相许。我既感激他，又羡慕他。子歇，感激他能够真心的对你，护着你；羡慕他能够为你做这一切，而我却不能。不必说了，我这一世没有人会比你更懂我。于我而言，也是一样。既然你这次来了，就不要走了。我是楚臣，我是陪楚国之子来的。楚臣又如何？你比我更知晓楚国。如今楚国是一潭死水，屈原被逐出郢都，老昭阳专横昏聩，郑袖和晋上一手遮天，太子恒的地位岌岌可危。你就算回到楚国，也无所作为，不如留下来，你来做我的右相。月儿，我若想留在秦国为官，何必要等到今日呢？那好，那就连太子恒也一起留下。楚王昏聩，郑袖一心想除掉太子恒，让自己的儿子夺楚。你们就算回到楚国，也未必能让子恒保住太子之位。重耳在外而存，或许有朝一日，我可以支持他，让他成为楚王。你既然如此不看好楚国，为何还要与楚国联姻呢？当这个太后屡屡筋疲力尽，无计可施，权衡眼下实力，只有秦楚联盟，才可以共同对抗赵、韩、魏、齐四国。子歇，你最懂我，算我求你，留下来帮我。月儿，我虽不能在秦国朝廷为官，可我若留在秦国一日，我就帮你一日。只是有一日我若不在了，也就帮不了你了。我不会让你走的，我倾其所有，也不会让你走的。你如今有的是大秦的天下，你对我不该倾其所有。你值得。太后和黄公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这就叫做
阴错阳差。义渠君也是个好人，只是……闪开！开！这地儿不错啊！滚出去！走开！我坐下。大王，坐，走快滚！这个怎么办呀？那戎狄野人又来了，能怎么办呢？白吃白喝白拿，每次来了还砸东西，只求他们不杀人就好啊！点睛，拿酒来！快点！哎，就来了！这边，大王喝酒。大王，叫他们换大碗。点睛，拿大碗上酒。快，来了！来，吃！大王，这肉没有我们草原上的香啊！就是啊，我们的牛羊是现宰现吃，哪像这里吝啬小气？宰好了还要挂起来晒，吃一块搁一块，晒了好几天的肉，早都没肉味了。有酒有肉，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啊！大王，兄弟们是想家了。这咸阳城好是好，但跟咱们草原比起来，那太憋屈了。不但事事都要受人家的管束，就连平日的酒肉也都不合兄弟们的口味，嘴里啊，淡出个鸟来了。你们那是闲的，就想着白吃白喝的时候了。告诉你们啊，等打起仗来，看你们叫唤什么啊！大王，这何人能打仗啊？兄弟们呐，这手都痒痒着呢。快了啊！太后说，谁跟谁打，他正谋划着他。啊，那一定是跟楚国联手一起打吧？这怪不得连楚国的黄公子都来了。哪个黄公子？还能有哪个？就是那会儿在燕国跟大王一起救太后的那个黄公子黄歇啊！你忘了？我当时还想抢大王的女人呢。他呀，啊，昨日我在街头还撞见他了。他说是出使秦国送楚国的质子来的咸阳，还要在这住上一阵子。要我说呀，大王，那小子对太后就没安好心。这依我看呐，太后，你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太后今日容颜照人啊！香儿，你去给义渠君倒杯热茶。是。今日太后穿的是哪件第一呀？绣有青鸟的那件。为何没有穿那件绣朱雀的？没有为何，只是信手拈来。这青鸟乃楚国神鸟啊！见楚国质子，自然要穿绣有青鸟的第一啊！太后今日梳的发髻也不一样。祥儿慧儿，这也是楚宫里的样式吗？太后今日的梳妆只是觉得好看便这样梳了，并没有着意梳楚妆。哦，还是楚妆好看。记得义渠君过去从未在意过我的衣饰妆容。在意啊，只是以前觉得你穿什么样样都好看，都顺眼。不过今日才知道，这衣饰里面还有那么多学问。你今日喝酒，竟把你的眼光都喝挑剔了。以后这酒还是少喝些吧。香儿、慧儿，扶义渠君进去歇息了。是。
这酒啊是要喝的，哼，我不喝，怎么知道太后的母国来人了呢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上好的衣料啊！看看，豆腐的米糕，青菜，看看，花布。哎，走开！哎，哈哈哈哈！哎，你看这金的不错啊！是，我要了，用这张蓝皮换你的首饰，我要了。不行，不要给钱的，要拿钱买的。我要了。这我要了。什么钱？赶紧你不要钱，就是给打脸了。哎，我的国啊！你不要给钱了。人老子追着要钱过来，我看你想挨打吧。你给我干什么钱呢？谁在兴师捣乱？抓起来！这莲子羹太苦了。太后外感风邪，喝点莲心汤可以去暑。太后，怎么了？回太后，咸阳城里出乱子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昨日禁军和义渠人在街市上打起来，很多人因此而受了伤。伤得重不重？眼下已无大碍，受伤的人都被送去就医了。以后这种事情要早点来通报。这种事也不是一日两日了。咸阳城中屡屡发生义渠将士在街市醉酒蓄意伤人，还有在集市上拿东西不给钱打伤商贩的事件。百姓是怨声载道，敢怒不敢言，因为知道义渠人性情彪悍，习俗不同，又知道他们与大秦有功，所以都隐忍下来。没想到义渠将士变本加厉，以为秦人怕了他们，所以更加肆无忌惮。木心在，召出离子到宣誓殿。是。香儿、慧儿，替我更衣。是。出离子，咸阳城中出了这等大事，你怎可不告诉我？若当真演变成了义渠人与秦军在咸阳城中的混战，那该如何收拾？太后今日不问，臣也是要说了。太后纵容义渠人，还要到何时啊？若说当日他助大王登基有功，当年禁军中鱼龙混杂，他护卫恭进有劳，那太后以金帛土地封赏也就够了。太后与义渠君有情，单留义渠君在宫中，纵有闲言都是小节。可如今义渠人的营帐就设在咸阳城内，他们在咸阳屡犯秦法。虽然臣曾答应过太后辅佐内政，但若是太后再这样纵容下去，只怕臣难以继续坐在这个相位之上啊。义渠人生长在草原上，放马牧羊，行猎征伐，以物易物，并不通晓市集交易。他们在外征战，回到部族之内，所有东西都是共享的，所以也不懂得在咸阳城里拿东西是需要给钱的。他们习惯了大块吃肉，大口喝酒，一言不合拔刀相向，原也是旧时风气。若是在草原上，是习俗；可在咸阳，却是犯禁，是违法。太后所言极是，这里是秦国，不是义渠。太后曾经说过，秦国推行商君之法，无论王公大臣、庶民百姓，都必须遵守，违法必究。可若是义渠人成了法外之臣，那秦国的法度岂不成了一句空话？出离子的话在理。眼下义渠人是匹野马，训好了可以驰骋疆场，训不好
就会撕咬伤人。所以当务之急是你我必须尽快想个办法，如何给他们带上缰绳。太后，何事？有人听说太后病了，来给太后献药。我哪有功夫见这种闲人？打发他走。此时此刻，什么药都治不好我的病。是。太后惠及济医，病怎么能好？子歇，子歇，何时也能救死扶伤，妙手回春了？妙手回春倒不敢当，但能做到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。坐。玉儿这几日果然清瘦了不少。腹热烦渴，今日又添了头痛。我已知晓昨日咸阳城里的事端，你头痛，无非是做难如何处置义渠军在咸阳的人马。子歇，义渠人助继儿登基，又帮王军东征西讨，平定诸公子之乱，的确是有功于秦国。但他们与我们秦人习俗不同，性子又野惯了，不是几日就能改变的。不处置他们，无法向朝廷百姓交代；处置他们，轻了重了又都不是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太后可记得3年前，赵国和燕国联兵一起灭了中山国，从此赵国的势力大增。赵王雍回到赵国，强行推行胡服骑射，此后大小数战均未有过败绩。赵国为了得到更多的良马，还收服了林胡和楼烦2个胡族，并趁诸公子之乱占据了我秦国榆林之地，得到了大批草场和良马。赵国推行胡服骑射，对赵国国势影响极大。月儿何不效仿？胡服骑射，子歇，我该如何谢你？谢字就免了，只是告诉我，这副药是否好用？的确是很好用。太后是说利用义渠人马？是。这几年，赵国胡服骑射，厉兵秣马，扩张疆土，成为诸侯中的强国。楚离子，过去与诸国交战都以兵车为主，有千乘之国才能称之为大国。可车战的年代已经过去，接下来与敌国交手，骑兵才是要害。要与赵国在骑兵之战上争个高下，就必须要有义渠之骑兵。不，我要的是一支我们秦国的骑兵。从今日起，秦军要与义渠军队一起操练作战，学会骑兵之术。义渠人从小生活在马背上，这是他们的长处，可他们也有短处。虽然他们是草原霸主，但他们并不擅长使用兵器和阵仗。我说的是我们秦人的兵器，秦人的弩箭，秦人的甲胄。若能将我们的兵器阵仗与义渠的骑术相结合，那秦国必将所向无敌。臣明白了。我会让义渠人把营帐设在咸阳城外，任何人不得擅出军营。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以开列单子，由我的内库出钱购买，送到军营里去。他们在自己的军营里头行他们自己的法度，要喝酒要斗殴都由他们，但只要出了军营，便要受到秦国律法约束，任何人不可违背。
之前他们有过违法之事，是我未曾昭示于他们，所以就由我出钱，以钱代罚，如何？如此，朕也好对众人有个交代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为何让我们一群人都搬出咸阳城？你不是总抱怨说咸阳城太狭小，城外能给你们更大的天地吗？让我们选地设营自然好，可问题是为何出了营地之后，却要受你们秦法约束？野马驹子，我说过，得到秦国，你们就有了永久的粮仓，不怕子民们由于灾害饥荒会在严冬饿死，也不怕其他部族的侵袭伤害。但这永久的粮仓之所以能够存在，就因为它和一渠草场不同，它不能随心所欲，要按照时节行事。春日下种耕种，夏日除草施肥，秋日采摘收获。你若把秦国也当成一渠草场，那你就会失去这个永久的粮仓。可我们一渠人与秦人终究不一样。那要看哪些不一样了。为人豪爽，侠义肝胆，令人敬重；野蛮无理，打打杀杀，令人躲避不及。更何况，自从义渠归顺秦国，那早就是秦国人了。既然是秦国人，那秦法对所有秦人就该一视同仁。难道你们愿意身处咸阳，被人看作是异类，看成是害群之马？这么说，这都是为我们一渠着想。我既为了秦国，也是为了你。唯一让我不安的，就是让你辛苦了，要你在营地和咸阳宫之间往返奔波了。你别担心，我情愿。还有一事，我要与你说明白。你说。前日你回来，问起楚国使臣来咸阳的事。楚国使臣？有这事儿吗？哦，定是我那日喝多了，我不记得了。黄歇来了，就住在驿馆。你们也算是故人，你有空去会会他吧。我哪有时间会他呀？我还是尽快把我们在城外的营帐给建起来。大王，这是昨日刚刚从咸阳城送过来的，尝尝，是否合意？尚可。嘿嘿，据说呀，这酒是咸阳城里最好的酒，但兄弟们觉得还是没咱草原上的马奶子酒香。那是当然。草原上，天高云阔，八荒六合，撒开马缰绳，哪儿都可以去。这酒里是有风有雨，有滋有味儿。可秦人，一直生活在城里，围墙连着围墙，一重重的门，一重重的规矩，怎么可能酿出好酒？对，那是。大王，现在虽然说我们已经搬到城外了，可这营地啊仍有故障，仍是不痛快，像个羊圈一样把我们圈在里头。我们一群人是草原上的骏马，不是羊群。你们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。可大秦给了咱们一群人好处，让我们部落里的妻儿老小衣食无忧啊！兄弟们，就算是为了我们草原上的百姓，做些忍让吧。大王，我听说把我们迁到城外的主意不是太后想出来的，是那来自楚国的黄公子想出来的。不可能！大王，虽是道听途说，但像那黄公子的心术。
人呐，过来人！不知义旗军大驾光临，小的有失远迎。楚国的黄公子，黄歇在哪儿？黄公子可是我们这里的贵人呐，宫里常常都有车马迎送，不是太后要向他咨询国政，就是大王要向他请教学问，让我们这些小小医馆蓬荜生辉呀。我问你，人去哪儿了？今日黄公子是被雍大人接走的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何时回来。好，你去备些酒菜，我就在此处等着他回来。罪过罪过，让义渠君久等了。黄公子是贵人呐，见你一面，自然不易。哎呀，义渠君笑话，你才是秦国的贵人。燕国一别4年，你依旧神采奕奕。既然公子回来了，你我先喝一杯。好，正好我也渴了。干！黄公子，草原上的人喝了酒，有话就不藏着掖着。我有一事不明，义渠君请讲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当断则断。当日在燕国，我走得义无反顾，那是因为月公主决意要跟你走。可如今，她已成为我的女人，你为何又追到秦国？义渠君此话有误，我是楚国臣子，质子陪同，此次是奉楚王之命来秦国陪太子恒的。你我心知肚明，既然是楚王让你来的，那就告诉他，让他换个人。你可以回楚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你。啊，你不喜欢我？莫非你是疑心我与太后有私情？难道不是吗？月儿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你若真的是倾心于月儿，就不该如此心胸狭窄。月儿，月儿也是你叫的。抱歉，自小我就这么叫的。眼里不揉沙子，你给我立刻离开秦国。这里是咸阳，谁去谁留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不是我说了算，那谁说了算？自然是我。太后，大王，黄公子免礼。我与大王今日午后去你营地犒劳将士，你却不在。他们说你来驿馆看望故人了，你又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来了半日了，跟黄公子小酌几杯。义渠君贪杯，率性而为，子歇不要介意。不妨。我与义渠君还有事要商议，就不多留了。走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走！出去。是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你为何不让那黄歇走？子歇是楚国使臣，该走的时候他自然会走。你若让他走，他会立刻就走。是，可我不想让他走。说真话了吧？你当然不想让他走。
你跟皇爷之间有情有义，你哪里割舍得下他呀？你与他之间有说不尽的情话，才会日日召他进宫。你若如此想，随你。你舍不下他，你却舍得下我，因为我翟离是你芈月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之人。我芈月何曾怠慢过你？你义渠君又哪会甘心受人驱使？你是太后啊，当日你需要打天下的时候，你自然把老子放在前面。如今呢，我们一群人替你打下天下了，可你的眼中却只有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了。你说我翻脸无情，过河拆桥，在我们草原，这叫卸磨杀驴。你无理取闹。你是觉得心虚，你是觉得对不起我吧？你到底想怎样？我想怎样？自打我出了娘胎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大秦天下，哪怕是大王，也不能想怎样就怎样。你管得了大秦，管不了我翟离。如今你是大秦臣子，万事要有规矩。臣子，我不是你男人吗？好，我不做了。不做什么？臣子还是男人？老子什么都不做了。